不要碰我！子昂哥，你看他，都躺了3年了，跟个活死人一样，每个月还要花掉几百万的医疗费，真晦气。唉，婉儿，你別這麼說，慕晴畢竟是你姐姐，她爸爸每天為了公司焦頭爛額，我們這些做家人的自然要為她分憂啊。哼，唉，阿姨，這樣真的好嗎？子昂，你以為你現在擁有的一切都是怎麼來的？只要他還活着一天，他名下那30%的股份就永遠是個隱患。哼，醫生說了，他能甦醒的概率為0。哼，能讓他體面的走，已經是我們給的最大的仁慈。是啊，子昂哥，姐姐已經很可憐了，我們就別再折磨她了。等事情了了，媽媽就把姐姐名下的股份轉給你當聘禮啊，到時候讓你來做蘇氏集團的總經理。好吧。爸！救我！你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踩着我的血肉和骨頭。我蘇慕晴就是幹個厲鬼，也不會放過你們的。我還活着，剛才那一切是夢？不，那不是夢，那是我昏迷後未來會發生的一切。慕晴，你醒了，太好了！快，趁着把這安神的湯喝了。在夢境中，沈曼就是用這碗加了料的湯，讓我陷入了更深的昏迷。慕晴，你剛醒，身體還不好。這個湯啊，是媽媽讓家裡廚房熬了好長時間的，對你恢復有好處，快喝吧。就是這個味道，和夢裡一模一樣。我喝下這碗湯後，意識便徹底模糊，再也無法反抗，任由他們擺布。媽，我頭好疼。你小心一點！沒燙着吧？都是媽媽的錯，應該餵你的。你別動，媽媽再給你盛一碗。再盛一碗，想得美！媽，我好害怕。我做了一個好長好長的夢，忘記了好多事情，我記不清楚。爸爸呢？子昂呢？他記不清事情了，這可真是個好消息。不怕不怕，醫生說你恢復了之後可能會有暫時的後遺症，慢慢就會好的。你爸爸在公司忙，子昂也去出差了，等你好了他們就來看你啊。蘇夫人，大小姐，這是怎麼了？孩子才剛醒，情緒不太穩定，而且手腳也沒力氣，不小心把湯給打了。看着吧，好戲就要開始了。媽，你別走，我害怕。好，媽媽不走，媽媽陪着你，等你睡着了，媽媽再走。我應該讓醫生開具一份嚴重的精神創傷診斷，為以後奪取股權鋪路。小張，你怎麼了？這湯裡加的是國外一種新型的神經性藥物，無色無味，但會導致人嗜睡、反應遲鈍，長期服用則會造成不可逆的腦損傷。醒醒！蘇夫人，這地上的湯汁我能拿去化驗一下吧？蘇夫人，為了病人的安全起見，在這之前，任何人
不能讓蘇小姐进食了。王医生，您这是什麼意思？難道您懷疑我會給自己的女兒湯裡下毒嗎？這湯是我親手為她熬的，她好不容易才醒過來呀！演，繼續演，你的面具越完美，待會兒被撕下來的時候就會越難看。王醫生，我媽媽對我很好的，剛剛是我不小心把碗給打翻的，你別怪媽媽。蘇夫人，我沒有懷疑您的意思，是為了病人的生命安全以及醫院的聲譽，希望您能諒解。帶走。這藥是我通過特殊渠道搞來的，一旦被查出來，後果不堪設想。好，我理解。既然這樣，那就勞煩王醫生了。慕情，你先好好休息，媽媽去給爸爸打個電話，讓他別擔心。蘇小姐，你別怕，有沒有哪裡不舒服？我不知道，我好像忘了好多事。車禍創傷後應激障礙加上長期昏迷，出現這種情況也算正常。喂，媽，事情辦得怎麼樣了？那個小賤人是不是已經把那碗湯給喝了？他現在是不是已經變成一個只會流口水的傻子了？我跟你講，今天我穿上他那件全球限定的高定裙子，子昂哥都看呆了，他一個勁兒的誇我比他好看呢。妹妹，你怎麼能這麼說呢？裝什麼傻？反正你的一切很快就都是我的了。媽，你動作搞快點，我已經迫不及待的想看他被綁在床上的樣子了。王醫生，我的妹妹是不是不喜歡我？媽媽，妹妹說的是不是真的？你們要把我鎖進精神病院？不行，此刻絕對不能認，一旦認了就全完了。王醫生，你別聽婉兒胡說，這孩子從小就跟慕情不和，總愛說些氣話。慕情昏迷這3年，他心裡大概是不平衡的，才會說出這樣的混賬話來。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訓他。慕情啊，我的好孩子，你怎麼能這麼想媽媽呢？媽媽怎麼捨得把你送去那樣的地方？妹妹是胡說的，你別信她啊！你別碰我！蘇夫人，現在蘇小姐情況非常不穩定，需要冷靜。現在請你回避。現在湯藥和通話記錄我們都記錄在案，我認為有必要報警。報警？王醫生，這是我們的家事，跟你有什麼關係？慕情現在情緒不穩定，胡言亂語，你也信？信不信，主要是有證據。現在湯藥和那個記錄我們都是有的。我是醫生，我不允許我的病人受到任何形式的傷害。好啊，好得很啊，王醫生。我希望你記住今天說的話。哼，慕情，你先好好休息，媽媽過2天再來看你。哼，什麼？這只是開始，你加諸在我身上的一切，我會讓你100倍、1000倍的還回來。阿曼，這是怎麼了？是慕情的情況不好嗎？阿曼，你說話，到底出什麼事了？是不是慕情他？建成，你可算來了，我還以為我再也見不到你了。我們的女兒慕情，她好像不認我了。別急，慢慢說，什麼叫不認你了？我今天高高興興的給他送湯來，結果他醒了之後，好像變了個人一樣，說我要害他，還把我的湯碗給打碎了。剛剛王醫生居然說要報警，說我給他下毒。建成啊，我真是比竇娥還冤啊！我一心一意的照顧他，我怎麼會害他呢？胡鬧！這丫頭越來越不懂事了。還有這個王醫生是怎麼做醫生的？王醫生，我太太說的是真的嗎？你憑什麼懷疑她？
還要報警？蘇總，我在履行我的職責。關於令千金湯藥的檢查单马上就快出来了，但是出来之前，我一定保證我病人的安全。爸，慕晴，你怎么回事？你沈阿姨为了照顧你，3年沒睡過一個好覺，你怎麼能這麼對她？是不是剛醒過來，腦子還不清楚？父親還是無條件的相信沈曼，腦子我有些忘了，我好像遇到母親了。他說他讓我去西郊梅林裡找他，他說梅林樹下埋着的時光寶盒就要被雨水給沖刷走了。時光寶盒是母親還在世時我們一家一起埋下的，這件事除了我們3個人絕不可能有第4個人知道。蘇慕晴，你在胡說什麼呢？什麼寶盒，什麼梅林啊，我看你真是變得不清了。建成，我们還是快點給他辦出院吧，讓他回家好好休養啊。一個昏迷了3年剛剛甦醒的人，怎麼會突然提起一件塵封了快10年的秘密？打擾一下，我是遠州資本的傅晨硯，聽說蘇小姐醒了，特意來探望一下。傅晨硯，那個在夢裡最終以雷霆之勢收購了破產的蘇氏集團的男人，商界帝王，資本之王，他怎麼會來這裡？蘇總，蘇夫人，我剛剛在門外好像聽到你們在討論關於蘇小姐精神狀態的問題。不巧，我們遠州資本正在對蘇氏集團進行一次深度的投資風險評估。蘇小姐作為蘇氏集團重要的繼承人，她的健康狀況會直接影響我們的判斷。副總，真是稀客，有失遠迎，罪過罪過。副總，你誤會了，我們只是關心慕晴的身體，孩子剛醒，有些神思恍惚，做父母的難免着急嘛。副總，感謝您的探望，我的父親和我的繼母都挺關心我的精神，只是比起關心我的精神狀態，遠州資本，你們更應該關注一下蘇氏集團智慧物流港項目。蘇慕晴怎麼知道？哦，不知道蘇小姐對這個項目有什麼高見？高見談不上，我只是在昏迷中斷斷續續聽到父親打電話，似乎提到過這個項目的核心是與宏圖科技進行技術合作。但據我所知，宏圖科技的核心算法存在致命的後門漏洞，並且他們的首席技術官已經在上個月被海外的競爭對手高薪挖走了。如果遠州資本在這個時候投資蘇氏，恐怕會血本無歸吧。宏圖科技 CTO 離職的消息是昨天才傳出來的，蘇慕晴怎麼可能知道？原本只是受故人所托，來看看這位剛從3年昏迷中甦醒的蘇家大小姐的情況，沒想到這個傳聞中驕縱任性的千金，竟然能一語道破商業機密。哼，看來蘇小姐的消息比我們團隊還要靈通。看來蘇氏集團所謂的資產，最重要的不是什麼項目，而是蘇小姐你呢。蘇董，看來蘇小姐的精神狀態好得很。甚至十分清醒，甚至比你們所有人都要清醒。王醫生，我作為蘇小姐母親生前好友的兒子，以及蘇氏集團潛在投資人，正式向醫院發出申請。我將派出專業的醫療團隊，24小時來保護蘇小姐的健康和安全，直到她康復出院。費用由我一人承擔。
副總，這太麻煩您了，照顧穆晴是我們父母的責任，怎麼好意思麻煩您呢？蘇夫人，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既然副总和蘇小姐的母親是旧识，又有24小時醫療團隊來照顧，我相信她康復得很快。如果有什麼，我們院方盡力配合。那就多謝副總，費心了。蘇小姐，好好休息，過幾天我們再來找你討論城南智慧物流港的後續。这只是权宜之計，傅晨燕這種人不做虧本的買賣，他今天投入的保護，日後必然要從我身上獲得更大的回報。我必須盡快讓自己變得更強大，強大到足以與他平等對話，而不是成為他手中的一枚棋子。蘇小姐您好，我是您的特護張姐，這2位是負責安保的同事。從現在開始，我們家24小時負責您的一切事宜。副總吩咐，除了醫生和您指定的訪客，任何人不得探視。哎呀，這個真好。媽，怎麼了？是不是那個賤人他又……傅晨燕，都是那個該死的傅晨燕，他插手了，我們現在動不了蘇慕晴了。傅晨燕，他怎麼會管這種事？我不知道，但是蘇慕晴現在被他的人保護起來了，別說下藥，就連見他一面都難。那怎麼辦？難道我們就這麼算了？我的總經理位置，子昂哥的聘禮呢？算了，哼，怎么可能？在醫院裡動不了他，不代表外面也動不了。他總有出院的一天，而且他現在攀上了傅晨燕，名氣越大，摔下來的時候就會越慘。喂，是都市前沿的李主編嗎？哼，我這裡有一個獨家猛料，是關於蘇氏集團千金蘇慕晴的。對，她醒了，但是精神好像出了很嚴重的問題，甚至開始攻擊家人。李主編，你想想啊，豪門千金車禍蘇醒，卻性情大變，甚至他還患上了很嚴重的被害妄想症。他不僅攻擊悉心照顧他3年的繼母，甚至還胡言亂語，差點毀掉公司上億的合作項目。我這裡還有一出他驕縱任性、揮霍無度的照片和料，我們可以把他塑造成一個問題少女的形象，大眾自然會同情我們這些做家人的不易。這篇報道一旦發布，絕對是頭條啊！媽，你這招簡直太高了！我看傅晨燕到時候還會不會護着一個瘋子，到時候全網都笑他，他就成了一個笑話了。阿姨說的對，輿論就是把殺人不見血的刀，只要坐實了他精神有問題，那他名下的股份自然也就該由監護人代為管理了。蘇小姐，副總讓我把這個給您。果然，這是沈悶最慣用的伎倆。在夢裡，他也是這樣一步步毀掉我的名譽，讓所有人都以為我是個不可理喻的瘋子。蘇小姐，副總的意思是，他可以立刻讓這篇文章消失。不用讓他發，而且要發在流量最好的平台，賣最高的推薦位，讓越來越多的人看到更好。蘇小姐，這會對你的聲譽造成極大的損害。聲譽？我現在最不缺的就是聲譽。沈曼想就此機會把我推到風口浪尖，那我不如就自己站上來，把這個舞台變大。他以為這是往我身上潑髒水，實際上只是他自己在為自己點燃的第一把火。麻煩你幫我轉告副總，謝謝他為我考慮。另外，幫我安排一件事，我要進行一家獨家報道，
而且必須是直播。好的，蘇小姐，我立刻去安排。明晚8點，本台將獨家直播專訪蘇氏影坛繼承人蘇沐晴小姐，敬請關注。好。沐晴，我们開始。我倒要看看她那個黃毛丫頭，面對全國觀眾，能說出什麼話來。說的越多，錯的就越多。哼。沐晴，首先祝賀你康復。我們知道你剛剛經歷了一場常人無法承受的折磨，但是現在網絡上對於你精神狀態的負面新聞，甚至有說你攻擊了你的繼母沈曼女士。對此，你有什麼想回應的嗎？靜姐好，大家好。首先，感謝所有關心我的人。關於網上的新聞，我都有看到，所以我想說的是，我確實打翻了繼母給我送的湯。承認了，他真的攻擊繼母了。天哪，這種人太可怕了！我不知道要怎麼解釋，但是我昏迷了3年，醒過來之後，很多事情都忘記了。可是那天，繼母端着一碗湯進來，我腦子裡突然閃出了一幅畫面。我當時喝了那碗湯之後，我就永遠醒不過來了。我當時害怕極了，就不小心把那碗湯給打翻了。你的意思是，你懷疑那碗湯有問題？我不知道，我不敢想，沈阿姨對我這麼好，怎麼會害我呢？可能是我生病了，我腦子壞了，才會這樣胡思亂想。所以，我想借着這次機會，向我的繼母沈曼女士道歉。對不起，沈阿姨，我不該懷疑你，更不應該打翻你為我親手煮的湯。對不起。我操，這反轉，我怎麼感覺事情沒那麼簡單？聽他這麼一說，我渾身起雞皮疙瘩，細思極恐啊！道歉了，他竟然道歉了，還把所有錯攬在自己身上，太善良了吧！沐晴，我們看到新聞裡說你胡言亂語，差點影響公司的項目合作。那是我無意間聽到城南智慧物流港項目，我只是把我聽到關於宏圖科技的一些風險跟我的父親還有傅晨燁先生說了一下。也許是我聽錯了，說錯了話，但我的初衷只是為了不希望我媽媽一生的心血蘇氏集團受到任何損失。如果是因為我說錯的話而造成的損失，我將願意自己承擔一切後果。沐晴，那你接下來有什麼打算呢？我想回到公司，回到我媽媽創立的公司。雖然我忘了很多事，但是我還記得媽媽曾經說過，人不能拿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所以我要回去把媽媽的東西一個一個的都看管好。閉嘴，跟你們有什麼關係？你們是他的水軍，你千萬別取消合作，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求求您了。说我三哥，我怎麼辦嘛？實在對不起，這不是我們的錯呀！求求您了，千萬別取消啊！大小姐，你長大了，你真的長大了，像夫人，像當年的夫人啊！劉叔叔，您快坐。使不得，使不得，你好好養身體。直播我們這些老家伙都看了，說得好啊，說得太好了。
夫人在天有靈，一定會為你感到驕傲的。劉叔叔，我現在比較擔心公司的情況，我人在這裡，很多事情有心無力。何止是擔心呢？沈曼那個女人，外行指導內行，任人唯親。她那個所謂的情夫，公司的副總張偉，把採購部搞得烏煙瘴氣呢。啊，還有你那個前未婚夫林子昂，城南那個項目，若不是你及時點破，公司至少要損失10個億呀！大小姐，你若再不回來，夫人這一輩子的心血就要被這些豺狼給敗光了。我需要您的幫助，我需要您幫我準備一份名單，一份現在公司所有能信任的人忠於我母親老人的名單。另外，林子昂這3年來所有的經他手的財務報告，越詳細越好。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我們這把老骨頭啊，等這一天等得太久了。大小姐，你放心，只要你一聲令下，我們一定為你馬首是瞻。废物！你们這些廢物，養你們有什麼用？連一個剛醒過來的病人都鬥不過，現在全公司上下都在看我笑話。媽，都怪蘇慕晴那個賤人，太會演戲了。現在好了，她要回來了，那我們怎麼辦？她要回公司？哼，好啊，我讓她回。我倒要看看她一個病秧子能掀起什麼風浪來。哼，她不是說想要看管好她媽媽的東西嗎？我現在就讓她親眼看看她媽媽的東西是怎麼一點一點都變成我沈曼的。哼！林總，馬上給我起草一份股權轉讓協議，就說蘇慕晴自願將她名下30%的股份轉讓給我，就作為這3年我照顧她的報答。阿姨，這不可能，他絕對不會簽的。他不簽，我有的是辦法讓他簽。他不是精神有問題嗎？我們就找全 A 市最權威的精神專家給他出一份鑑定，等鑑定結果一出，他就是個沒有民事行為能力的瘋子。到時候別說是簽字了，他就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來啊。對，就讓他變成一個真瘋子，看他還怎麼跟我們鬥。這個真的假的呀？各位董事，這是由秦安教授出具的鑑定報告。根據報告顯示，我的繼女蘇慕晴由於車禍患上了非常嚴重的精神疾病，她現在已經不具備正常的溝通和判斷能力了。這話是什麼呀？一派胡言！前幾天大小姐的直播我們都看了，她思維清晰，邏輯縝密，哪有半點像精神有問題的樣子？沈曼，你為了搶奪大小姐的股份，你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劉董，秦教授是國內精神科的權威，哼，他的診斷難道還有假嗎？大小姐的直播不過是她的幻想症而已，她現在的情況非常危險，隨時可能做出傷害自己或他人的行為。各位叔伯，我可以作證，慕晴自從醒來以後，她的情緒一直很不穩定。她不僅懷疑沈阿姨，甚至連我都懷疑。她現在認為所有人都要害她，怎麼會這樣啊？所以，為了公司的穩定以及慕晴的健康着想，暫且由我作為她的監護人，代為管理她名下30%的股份，直到她健康再物歸原主。抱歉各位，打擾一下，我自己的身體狀況
還輪不到別人開會來替我做決定。蘇慕晴，大家好，我是傅晨烨先生的私人律師，我姓李，受苏慕晴小姐的委托，作為她的代理律師出席本次會議。關於沈曼女士出具的這份精神鑑定報告，我們這裡剛好有一份，請各位董事過目。各位請看，這張轉賬記錄的收款人是秦安的兒子，轉賬人則是沈曼的親弟弟，轉賬金額是500萬，轉賬時間就在出具報告的前一天。根據我國法律，出具虛假的鑑定報告，並以此謀取非法利益，屬於嚴重的犯罪行為。沈曼女士，對於這份轉賬和記錄，你有什麼可解釋的？沈阿姨，這只是第一份大利，接下來我們來談談城南項目，關於林子昂從中攝取公司機密，從中謀取暴利，如何呀？你血口喷人！苏慕晴，你有什麼證據？根據我們掌握的證據，林子昂在負責城南智慧物流港項目時，利用職務之便，先後13次將我們公司的內部競標方案、報價參數和報價體現通過加密郵件發給我們的競爭對手。作為回報，宏遠集團分7次向林子昂先生在瑞士的秘密賬戶總共匯入了3000萬的諮詢費。林子昂，你這個吃裡扒外的畜生！夫人當年那麼相信你，把大小姐都托付給你，你就這麼報答蘇家的？林子昂這個廢物！林子昂，你太讓我失望了！我一直把你當成我親生兒子看待，你居然做出背叛公司的事！各位董事，這件事我之前毫不知情，我提議將林子昂從公司除去一切職位，並交由司法機關處理。我們蘇氏集團絕不允許任何蛀蟲。沈阿姨還真是深明大義。那我請問，這3000萬資金的其中500萬，在到賬的第2天就轉到了您名下的一個慈善資金，請問這又該如何解釋了？各位，真相已經很清楚了。沈曼和林子昂蛇鼠一窩，沆瀣一氣，嚴重損害了公司和股東們的利益。我提議立刻暫停沈曼的代理總裁一切職務，並且成立特別調查組，徹查公司近3年來的所有賬目。我同意，我同意。住手！你们不能这么对待阿曼，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建成，你可算来了！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而且目前不知道从哪儿弄来这些假证据，要把我趕出公司。爸，你快幫幫媽呀！姐姐她瘋了，她要毀了這個家。慕晴啊，算爸爸求你了，收手吧，家醜不可外揚。你沈阿姨就算有做錯的地方，也是一時糊塗，我們關起門來自己解決，好不好？蘇建成，你糊塗啊！他們是要掏空你的公司，毀了你蘇家的基業呀！你到現在還執迷不悟。家，爸，您心裡還有我們這個家嗎？在我昏迷的時候您在哪裡？在我被沈阿姨餵毒藥的時候您又在哪裡？爸，您說家醜不可外揚，那您接下來聽聽這個家到底有多醜。喂，媽，事情不能怎麼樣了？那個小賤人是不是已經把那碗湯給喝了？他現在是不是已經變成一個只會流口水的屎了？我跟你講，今天我穿上他那件全球限定的高定裙子，咱哥都看呆了，他一個勁兒的誇我比他好看呢。爸，
現在你還覺得我們是一家人嗎？你還要我收手嗎？爸，你真的以為蘇氏現在住康成這樣，只是一個只懂得後宅爭鬥的沈阿姨和一個愚蠢貪婪的李子昂能做到的吗？這3年來，公司的採購成本比之前至少上漲了30%。請問，採購部的張副總對此有什麼可說的？有什麼想為各位董事解釋的嗎？大小姐，採購價格上漲是原材料市场波动，這是正常的市场现象吗？是吗？张副总侄子的宏发贸易公司这3年来是公司最大的贸易商，他給公司的價格比別人要多出25%。我請問張副總，這錢您收得開心嗎？哎呀，這樣啊！沈阿姨，您為了您自己在公司坐穩位置，更為了您高枕無憂，要把沒有用的人除掉。那我請問你，我遠在瑞士的外婆，她現在過得還好？当初外婆退休，將公司交給父親和我，前提就是她必須好好照顧我。後來沈阿姨進門，花言巧語地說服父親，將外婆送到國外靜養，並切斷了聯繫。你胡說！我什麼時候虧待過媽了？是媽說喜歡瑞士清靜，不讓人打擾的。蘇慕晴，你少在這血口噴人，挑撥離間，是嗎？那我們現在就連線一下，我遠在瑞士的外婆，她現在過得怎麼樣？老董事長，是您啊！明明已經買通了疗養院的所有人，切斷了他的一切通訊，他是怎麼和蘇慕晴聯繫上的？沈曼，我記得你，我女兒過世時，你曾跪在她的靈前發誓，會視慕晴如己出，我才放心把蘇家交給建成。可你卻害得我外孫女昏迷了3年，謀奪她的家產，還將我軟禁在此地，與世隔絕。你好狠的心啊！建成，你是我親手挑選的女婿，我以為你雖然能力平庸，但至少還心地善良。沒想到你卻引狼入室，差點毀了我女兒的一生心血，害了我們唯一的血脈。清靜，我的好外孫，是外婆沒用，讓你受苦了。外婆，你沒事就好。我凌蘭作為蘇氏集團的第1大股東，現在宣布：一、免去沈曼在蘇氏集團的一切職務，並立刻凍結其所有相關賬戶，等待司法調查。2、免去張偉副總經理的職務，徹查在採購部的所有經濟問題。3、我將暫時回歸集團，代行董事長職權，直到慕晴完全康復。我的話，誰贊成？誰反對？我贊成。我贊成。恭迎老董事長回歸。別動！替我謝謝你們副總，這份人情我凌蘭記下了，他日回去後定當重謝。走。老夫人，您言重了。副總說他只是在幫一位故人之女啊，也是在為他自己未來的合作夥伴掃清一些障礙。走！根據副总的指示，远州資本將正式啟動對蘇氏資產的重組計劃，而計劃的第一步就是收購宏遠集團。李律師，副總此話當真？副總做事從不開玩笑。收購協議的初步意向書已經在今天早上簽署了。宏遠集團資金鏈早已斷裂，遠州資本的注資是他們唯一的活路。傅晨硯怎麼沒有提前告訴我？他的幫助可真霸道。副總的意思是，蘇氏和宏遠合二為一，
重組後的新項目公司將由遠州資本控股，蘇氏集團以现有的資源和技術入股，共同開發。至於新公司的項目負責人，副總提名由蘇慕琴小姐擔任。大小姐才智過人，我們都信得過。可是，她大病初癒，又這麼年輕，這麼重的擔子，是不是？這是副總的決定。他說他相信蘇小姐的眼光和能力。副总，瑞士那邊老夫人已經安顿好了，隨時可以啟程回國。蘇氏這邊也按照您的計劃進行得很順利。蘇慕晴是什麼反應？蘇小姐她很驚訝，但並沒有拒絕。她是不會拒絕的。她那樣的人是不會甘心只做一個被保護的繼承人，給她一個舞台，她才會蛻變得更快。我要的不是一個嬌弱的金絲雀，而是一個能與我並肩，在資本的棋局上共同博弈的盟友，甚至是對手。感謝副總的信任，我也理解各位董事的擔憂。給我3個月的時間，如果我做不到副總和各位董事心中的期望，那麼我會自己主動辭去這個職位。另外，從我的個人賬戶中，把我10%的股份贈予公司。我劉正邦第一個支持大小姐，我也支持。副總，今天的事，謝謝你。不用謝我，這是一場交易。現在我給了你想要的，你該證明自己的價值了。我明白，只是我有一點不明白的是，僅僅是因為我母親。你母親蘇嫣曾經救過我的命。是在15年前，一場幾乎被人遺忘的郵輪綁架案裡。郵輪綁架案？15年前，我跟着家人參加一場海上的商業聚會，可沒想到，郵輪被一夥亡命之徒劫持了。混亂之中，我被一名匪徒用刀刺中腹部，扔入海裡。是你的母親蘇嫣，好不容易的將救生圈扔到了我身邊，然後拉響了船上的緊急求救信號。正是因為那個救生圈，讓我撐到了救援隊趕來。也正是因為他拉響求救信號，被劫匪發現。不過還好，當時警察已經包圍了郵輪，你母親沒有受到什麼實質性的傷害。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他從未提起過。你母親那種人，當然不會把這種事放在心上了。這麼些年來，我們傅家一直登門道謝，都被他婉拒了。也正是因為此，我記住了他的名字，記住了蘇氏集團。副總，不管怎麼說，還是要謝謝你。你不僅救了我，更是救了媽媽的公司。正是我說的，這也是一場交易。當年你媽對我的救命之恩，我通過商業的方式來報答。蘇家有它的價值，而你，蘇慕晴，也有你自己的價值。我期待看到蘇嫣的女兒能達到什麼樣的高度。还有这个的，我看看。哎，这个弄好。知道那个文件，这可以。得意什麼？不就是靠着老太婆和傅晨燕撐腰嗎？我看你這個病秧子還能再撐幾天？婉兒姐，您別生氣，他現在是城南項目的負責人，以後有的是機會給他使絆子。就是那個項目那麼複雜，牽扯到宏遠集團那邊的人員整合，光是內鬥就夠他喝一壺的了，我們就等着看他笑話。哼。
沈曼、蘇婉兒，你们的游戏結束了，現在輪到我了。通知下去，下午3點，城南項目組全體會議，所有相關人員必須到場。好的。在開會前，我先宣布一項人事任免：原宏遠集團馬志強，從現在起，你被開除了。哼！蘇總是吧？我不管你是哪兒來的大小姐，我們宏遠的人是跟着遠州資本過來的，不是來跟你們蘇家當奴才的。你憑什麼一句話就解雇我？就是馬總監勞苦功高，憑什麼說開就開？蘇氏集團這是在搞排除異己，我不服。馬總監，你先別着急，我開除你不是因為你的工作能力，而是因為你的人品道德。這份清單詳細記錄了宏遠集團馬總監這2年從地下的承包商吃到的372萬的回扣，而這些回扣都是馬總監和自己的小舅子聯名開設的皮包公司賬戶。在我們開會的期間，遠州資本已經帶着法務去找你的小舅子喝茶了。我想他應該很樂意配合調查的。從現在開始，我不管你們是蘇氏的人還是宏遠的人，你們只是我城南項目部的人，而我的團隊不養閒人，更不養蛀蟲。如果你們做不好的話，那麼就會跟馬總監一樣，有同樣的下場。當然，我不會虧待每一個用心做事的人。從下個月起，我們項目部的所有人薪資上漲20%，獎金照舊發放。年底項目如果竣工成功的話，獎金自然少不了你們的。大小姐這番殺雞儆猴、恩威並施的手段，頗有當年老董事長的風範，甚至青出於藍。蘇總，這是您要的關於蘇婉兒這3年來的奢侈生活和林子昂利用蘇家的資源為自己的親戚朋友介紹工作、中飽私囊的證據。林子昂利用蘇家的資源為自己的親戚朋友安排工作、中飽私囊。蘇婉兒這3年來的生活夠奢侈的，名牌包包、珠寶，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去參加名媛派對，花重金買高級的假寶石。蘇婉兒，你不是最愛面子、最喜歡混進名流圈嗎？我就讓你在你最在乎的地方身敗名裂。您好，是 A 市電視台名媛衣櫥節目的制片人嗎？我這裡有一個非常好的推薦人，她就是蘇氏集團的2小姐蘇婉兒。她可是我們 A 市新晉的時尚教主，據說她的衣帽間可是比明星的還要好呢。名媛衣櫥是 A 市最火的一檔時尚真人秀節目，專門探訪頂級名媛和女星的衣帽間，收視率極高，能上這個節目代表着身份和地位的認可。喂，名媛衣櫥節目組啊？你們節目我平時有看的，探訪我的衣帽間。好吧，我最近好像是有點忙，不過既然你們這麼有誠意的話，那我就勉強抽出1天時間給你們好了。姐妹們，名媛衣櫥要來拍我了，你們記得看哦。天哪，婉兒你太厲害了吧，羡慕死我了。婉兒，你本來就是我們圈裡的時尚女王，上這個節目實至名歸，太棒了。喂媽，名媛衣櫥要來拍我了。
我記得你说你有一个奢侈品收藏家朋友，他有一条价值上千万的钻石项链，你就帮我借来嘛，我想在节目里面压轴展示。哇，婉儿，你的衣帽间简直是所有女孩的梦想。这只铂金包，我只在拍卖会上见过。那当然了。哇，还有这件高定礼服裙，全球只有一件。哼，你来看看这个，这可是上千万的。哦天哪，看这个！哼，苏总，一切都按您的计划进行了。节目播出后，苏婉儿所有在节目中展示的所有物品清单和他的实际购买记录，我们都会曝光给各大媒体博主。很好，古董项链租借的那边主人打点好了吗？啊，那边已经处理妥当了。那位收藏家非常配合，以项链被盗的名义刚刚报了警。现在警察应该已经到苏家別墅下面了。蘇婉兒，爬得越高，摔得才會越疼。我送你的這場頂級流量，希望你喜歡。哼。蘇婉兒，我們接到報案，懷疑你與一起涉案金額巨大的珠寶盜竊案有關，請你跟我們回警局協助調查。蘇婉兒，這項鏈是哪來的？我沒有偷，我沒有偷，這個項鏈是我媽媽借來的，我真的沒有偷。胡說！我們將持續關注蘇婉兒小姐的最新動態。哎，出來了，出來了！蘇婉兒小姐，請問網上說你穿戴的是你姐蘇慕晴的東西，你有何回應？是呀，是呀，蘇小姐。別問了，請問項鏈是竊案，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是你偷的嗎？陳曼女士，請問你對自己女兒這種虛榮甚至涉嫌盜竊的行為有何看法？滾！都是蘇慕晴的人借人陷害我，請回答一下，你們都給我滾！哎，蘇小姐，蘇小姐別走啊，再說兩句，蘇小姐。媽，我名聲全毀了，都是蘇慕晴，我要殺了她，我要殺了她！這一切的幕後黑手就是蘇慕晴，她竟然用如此狠毒的手段毀了你！夠了，還不嫌丟人嗎？謝成，你這是說的什麼話？婉兒她也是受害者，是蘇慕晴在害她。害她？如果她自己不虛榮、不貪婪，不去拿不屬於自己的東西，蘇慕晴能有機會害她嗎？這些年就是被你給慣壞了。公司的股票就是因為你們母女倆的醜聞，今天一天就蒸發了5個億呀！5個億！你知不知道這意味着什麼？什麼？我累了。這段時間你和婉兒就在家好好反省吧。公司的事你們不要再管了。建成，阿曼，別怕，我們還沒輸。蘇慕晴想讓我們死，那我們就先讓他死。我手裡還握着最後一張王牌，一張足以讓他萬劫不復的王牌。什麼王牌？你還記得林子昂嗎？想報仇嗎？想拿回屬於你的一切嗎？天天手機裡的東西。蘇慕晴，你不是高高在上嗎？你不是把我踩在腳下嗎？現在，我的手裡就握着你的命脈，你的名聲，你的未來，你的一切，全部都在我的掌握之間。魚兒終於上鈎了。蘇慕晴，別來無恙。有事？有事？當然有事。我的手裡有個你絕對會感興趣的東西，一個關於3年前你那場車禍的真相。沒興趣，
而且警方已經結案了。結案？那是警察蠢被蒙蔽了。我可以告訴你，那根本不是什么酒驾意外，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你想怎么样？很简单，我要5000万现金，以及一份去澳洲的永久居留签证和全新的身份。你给我这些，我把证据给你，否则我就把这份录音交给媒体和警察，让你还有你背后的傅晨燕一起身败名裂。5000万，还要去澳洲？嫌多？這5000萬，蘇沐秋，買的可是你的名聲，是蘇氏集團的未來。對那位財大氣粗的傅晨燕來說，不過九牛一毛。林子昂，你還是和夢裡一樣貪婪且愚蠢。你以為你抓住了我的軟肋，卻不知道你正一步步走進我為你設好的陷阱。好，我答應你。不過5000萬不是一個小數目，我需要時間準備。而且，萬一你拿到錢之後還有備份，我怎麼辦？哼，你放心，我林子昂雖然不是什麼君子，但也知道拿錢辦事的道理。我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之後我立刻消失，我們兩不相欠。口說無憑，我需要看到你的誠意。什麼誠意？明天中午12點，城南的藍山咖啡館，我需要你帶着這份錄音，讓我親耳聽到，確認無誤後，我才給你打錢。好，明天中午12點，藍山咖啡館。蘇沐秋，我勸你別耍什麼花樣，更不要想找警察報警，否則魚死網破，對我們都沒有什麼好處。小張，幫我辦幾件事。好的，蘇總。東西帶來了嗎？林子昂，我們認識多久了？現在跟我套近乎，晚了。你害得我一無所有的時候，你怎麼不和我念舊情？是我害你，是我讓你收受賄賂，你洩露公司機密，哪一件事情是我逼你的？如果當初在董事會上你主動坦白，或許還能爭取寬大處理。可現在你卻跟沈曼他們在一起，負隅頑抗。你少給我講大道理！我今天來不是聽你說教。哼，怎麼樣，蘇大小姐，這份錄音值不值5000萬？值，但這是誰給你的？沈曼還是張偉？什麼沈曼張偉？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這是我無意中得到的。哼，林子昂，你還是這麼天真，你不過是他們手中的一顆棋子罷了。他們用不到你的時候，你就會被他們推出來。哼，而你現在拿着這個燙手山芋來找我，你知不知道將背負着敲詐勒索，甚至蓄意謀殺共犯的罪名？你少挑撥離間，我只認錢。3天，我只給你3天時間。3天後，我要在碼頭看到5000萬現金和全新的身份，否則我們就一起上頭條。別走，看在我們認識這麼久的份上，最後再勸你一句，去自首吧。把你背後的人供出來，是你唯一的活路。哼，哼。我們就一起上頭條。副總猜的果然沒錯，果然是林子昂。錄音錄像都已保存，現在怎麼辦？直接報警抓人嗎？不，還不到時候。為什麼？我們已經拿到他所有的證據。只抓一個林子昂，太便宜他背後的人了。而且，我相信他有自己的安排。
這隻曾經需要庇護的雏鷹，現在已经羽翼盡風，想要親自搏擊場空了。好，当我的律師團，隨時護命。蘇總，這是關於汽車公司阿彪的一些資料，我查到了一些線索。說，阿彪原名李彪，3年前他獲得了一筆巨款後，他確實離開了 A 市。他在這個之後偽造了一個假的身份，去到了隔壁省開了一家汽修店。在這個之後，他一直在賭場上揮霍，然後花費了很多，現在還欠下了一屁股的債。很好，安排2個靠譜的人去那座城市，暗中的觀察他，尤其是和高利貸那邊的關係，摸得越清楚越好。明白。另外，以我的名義，向 A 市的福利院捐赠100萬，再以公司的名義捐赠100萬，讓公關部去辦，越高調越好。好的，蘇總，我現在就去安排。王队長，您好，我叫蘇慕晴，我收到一段匿名的敲詐勒索视頻，但我目前不方便公開報案，請您過目。視頻中的人叫林子昂，我相信以您的能力，很快就能找到他。這位王隊是母親生前資助過的一名貧困學生，為人剛正不阿，如今已是警界的骨幹。裝模作樣假惺惺，不就是会收買人心嗎？蘇慕晴在這個節骨眼上如此高調的做慈善，背後一定有什麼目的。林子昂那邊聯繫你了嗎？事情辦得怎麼樣了？沒有，他昨天拿了東西之後就沒再聯繫過我。這個廢物，會不差？應該不會，他現在唯一的指望就是我們，諒他也不敢耍花樣。哼。我们就一起上頭條。立刻查林子昂的背景資料和近期動向。另外，視頻 IP 來源查到了嗎？查到了，王隊。IP 地址是遠州資本的服務器。遠州資本，傅晨燕，受害人蘇慕琴是傅晨燕公開表示要保護的人，現在舉報視頻卻來自遠州的服務器，這是傅晨燕和蘇慕琴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向警方傳遞信息，他們在放長線釣大魚。立刻對林子昂實施24小時秘密監控，記住是秘密監控，絕不能讓他知道。我要知道他見了什麼人，打了什麼電話，做了什麼事。是，王隊，王隊。另外，查一下林子昂的銀行賬戶和通信記錄，看看有沒有和蘇氏集團前高管張偉以及沈曼的聯繫。是。只剩下最後一天了，蘇慕晴那個賤人應該不會報警吧？一切正常，繼續盯着。啊！你就是李彪？你们是誰？找我幹什麼？我們老闆想跟你談談 A 市3年前的一樁生意。什麼生意？一輛車的剎車。哈哈哈！別緊張，把你知道的都原原本本的告訴我。這大錢也是你，而且我們還能幫你解決高利貸的問題。我說，當年是蘇氏集團的副總張偉找到我的，他說現在人證、物證以及林子昂敲詐勒索的犯罪事實都已齊全。王隊長，明天晚上7點，海港碼頭7號倉庫，魚兒上鈎。收到，我們會提前布控。蘇小姐，請務必保證自身安全。
錢呢？你要的5000萬都在這兒了。哼，這是你要的東西。我的呢？孙慕情，在這裡，我勸你最好別耍花樣。只要我拿到錢，我立刻消失，我們兩清。別動！警察！孫慕情，你這個賤人，你騙我！都別過來，別動，否則我就把這盤錄音公之於眾。我死，你要拉着他一起下地獄。林子昂，你冷靜點，你已經被包圍了，不要做傻事。冷靜？让我怎麼冷靜？是他逼我的，是他逼我的。林子昂，你以為你要挾了我，就能有籌碼了吗？看看你的身後。这就是你自己说的能處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瘋狂，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會來。我不來，我不來看你被他拉入海嗎？蘇小姐，幸不辱命。接下來，這起案件將從蓄意謀殺案的方向正式調查。謝謝王隊長。不過在立案之前，能不能陪我去個地方，陪我去看看我那個可憐的父親？慕情啊，这麼晚了，你怎麼還把王隊長給帶來了？是公司出了什麼事嗎？把剎車油管燒到一個小小的裂口，一緊急剎車就會失靈。事成之後，這筆錢就是你的，保證你下半輩子衣食無憂。爸，你現在還覺得他是無理取鬧，讓我不要家醜外揚嗎？這怎麼可能？阿麥，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他為什麼要害你啊？蘇先生，我們已經正式立案調查。根據我目前掌握的證據，沈曼女士和蘇氏集團前副總張偉涉嫌蓄意謀殺，而林子昂則涉嫌敲詐勒索和包庇罪。我們今晚過來就是希望您能配合我們調查。警察，你聽我解釋，不是我做的，是他們，是張偉和林子昂陷害我，我什麼都不知道啊！你幹什么打我媽？你這個毒婦！毒婦！我蘇建成究竟造了什麼孽？才會引你這頭披着人皮的狼進門？蘇婉兒小姐，您因涉嫌包庇和盜竊案，現在需要跟我回去局裡協助調查。蘇慕情，你得意了？你以為你贏了嗎？我告訴你，我做鬼都不會放過你！王隊長，我也要報案，我要舉報張偉，他不僅涉嫌謀殺，還涉嫌職務侵占、挪用公款，數額高達上億。這些年，我替他隱瞞了不少賬目，所有的證據都在我書房的保險櫃裡。蘇先生，你確定嗎？做偽證，幫助隱瞞犯罪事實，你本人也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我當然知道，我這一輩子識人不清，引狼入室，害了女兒，毀了公司，我這樣的人就該下地獄。現在我只想把這些蛀蟲全部給清理乾淨。這些年，張偉是如何通過虛假採購合同，將公司的錢轉入到他和小曼的關聯公司，
他們如何通過海外空殼公司洗錢，每一筆都在這裡。蘇先生，感謝你的配合。根據程序，你也需要跟我们回局里錄一份詳細的口供。母親，爸爸對不起你，也對不起你媽媽。Can you help me？ 走進迷惘的森林，忘記曾經的擁抱和誰的約定。結束了，結束了，都過去了。從今天開始，一切都會好起來。蘇小姐，我們在審訊張偉的時候，交代了當初唆使他給沈曼出主意，把你外婆林蘭女士送到瑞士療養，並切斷一切聯繫的另有其人。那個人給了他一大筆錢，目的就是為了徹底架空林蘭，讓蘇氏集團群龍無首。哼！張偉剛剛打電話來說，當年讓我外婆被退休去瑞士的，是有人給了他一大筆錢。讓他策劃並執行這件事，目的是什麼？架空外婆，讓蘇氏集團群龍無首，更是讓沈曼和張偉這兩個蠢貨搗亂。那這個人，張偉認識嗎？不認識。他們打電話都是用加密的，錢是通過境外的賬戶打過來的。現在唯一能確定的是，這個男人的聲音雖然經過處理，而且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年紀很大的。外婆要回國了，說不定他知道些什麼。有可能是當年他商場上的一些死對頭。這是一個方向。等你外婆回來，或許就能解開一些謎團了。別擔心，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他們既然已經出手了，就一定會露出馬腳。真正的戰爭或許才剛剛開始。通知所有員工，開會。最近公司發生了很多事，很多人都覺得蘇氏要倒了。現在我要跟你們說兩件事。第一，我的外婆鈴蘭即將回歸，她會暫時執掌大局。第二，由傅晨燕的遠州資本對蘇氏集團進行注資，我們的重點項目還是城南項目。散會。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蘇總！一名工人在操作時，因為腳手架的扣件突然斷裂，從3樓摔了下來，生命垂危。
啊？怎么回事？对，怎么回事？什么情况？怎么会这样？这件事怎么办呀？大小姐，怎么会这样？这件事太蹊跷了！明明之前已经下令击坏掉那批劣质钢材，为什么还会出事儿？是啊，苏总，替换工作一直在进行，但是库存量太大了，还没来得及全部换完，偏偏就是没换的这部分出了问题。胶属加扣件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属于典型的劣质产品。而更关键的是，固定扣件的几个关键螺丝有被刻意拧松的迹象。哎呀，张伟和沈曼都在看守所里，到底是谁在背后？难道是那个唆使张伟的神秘人？他引爆这颗早已埋下的雷，目的就是要在外婆回归、公司重组的关键时刻给我致命一击，让蘇氏集團徹底陷入信任危機。現在我們需要做3件事：第一，公關部立刻發出聲明，去向患者和家屬道歉，特別是對公眾，不能有任何反駁。第二，我會親自去醫院，去慰問傷者還有家屬，向他們賠償，直到賠償到他們滿意為止。第三，成立最高級別的小組，我親自當隊長，對公司所有張偉所經手過的項目都一一經查。散會。走吧，走吧。你就是那個黑心老闆，你還敢過來？毛哭耗子假慈悲，我們要的不是錢，我們要的是公道。病人已經脫離生命危險了，幸好送醫及時，而且有位先生提前為這位病人支付了一筆費用。這位支付費用的先生說他姓傅。傅先生，傅先生，又是他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用自己的方式來幫助我。大姐，實在是抱歉，這是我們公司承擔的第一筆費用，以後所有的費用將由我們公司所承擔。還有，這是我的個人名片，24小時你都可以聯繫我。我們要的不是錢，我要的是我男人好好的。大姐，您先拿着這筆錢給您的先生買一些補品，然後安慰一下家裡的老人和小孩，這是我們公司應該承擔的。你怎麼來了？我的項目負責人為了我投資忙得焦頭爛額，難道我不應該來看看嗎？讓你看笑話了，我剛接手公司就出現了這種紕漏。不是你的錯，是敵人埋的雷，只不過現在才想，你做得很好，比我想象中的更好。謝謝你，又幫了我一次。我說過了呀，我們是合作夥伴，你的麻煩就是我的麻煩。傅晨言，你說這個世界上的壞人是不是永遠都抓不完？是，但那又怎麼樣？只要你變得足夠強大，站得足夠高，任何人都傷害不了你。到時候那些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對你來說都無足輕重了。是啊，怨天尤人沒有用，只有讓自己變得更強大，才是唯一的出路。你說的對，我不能這樣，我應該揪出幕後兇手，然後帶領蘇氏站到更高的高度。青青，你記不記得15年前你媽媽帶你去海上遊輪派對？
你记不记得15年前你妈妈带你去海上游轮派对？外婆，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我当时还太小，有点记不清了。我最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人会处心积虑的对我们苏家下手？能隐藏得这麼深，只有一個人，而這個人和15年前遊輪綁架案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老夫人，您說的可是宏正集團的洪天雄？沒錯，就是他。當年洪天雄想吞併我們蘇氏一個核心技術子公司，被我們給挫敗了。從那以後，他就視我們為眼中釘。15年前遊輪派對的主辦方就是宏正集團。雖然警方的調查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了洪天雄。父親當年也懷疑是洪天雄，但苦於沒有證據，最後只能不了了之。我打聽到了一些消息，洪天雄這幾年一直在暗中收買和扶植一些代理人來蠶食他的競爭對手，張偉很可能就是他埋下的一顆棋子。外婆是當時唯一能跟他對抗的人，所以外婆被送走了。沈曼和張偉貪婪又愚蠢，是最好控制的傀儡。他們把蘇氏集團搞得烏煙瘴氣，便於洪天雄最後下手。所以從一開始我們的敵人就不是沈曼，而是隱藏在背後的洪天雄。晴晴長大了，我們的對手一直是他，一個比沈曼和張偉加起來還狡猾和兇殘的敵人。如果對手是洪天雄這樣的巨鱷，那遊戲得換個玩法了。老夫人，穆晴，從今天開始，你們的敵人也是我的敵人，咱們新賬舊賬一起算。我父親追查了洪天雄很多年，一直在搜查洪天雄的線索，掌握了一些他早年起家時的線索，只是證據鏈一直不完善，咱們或許可以從這方面入手。好，既然如此，我們一家人就好好跟他玩玩。哎呀，玲蘭這個老太婆還真是捨得，竟然把20%的創始股都交給了蘇慕晴這個黃毛丫頭。董事長，蘇慕晴現在手握50%的股份，我們要不要調整一下計劃？張偉和沈曼那條線已經廢了。為什麼要調整？我原本就想把蘇氏集團這趟鍋給他徹底攪黃了。哼，蘇慕晴這個小丫頭，她接手的不過就是一個爛攤子。哼，唉，傅晨燕15年前命大，沒有淹死在海裡，這次又出來多管閒事，他以為就靠他手上這點錢就能救活蘇氏集團。哼，天真。那我們下一步是？蘇慕晴不是剛上任嗎？新官上任3把火，哼，現在正是春風得意的時候，那我們就再給他上一個大禮，讓他這把火直接燒到他自己身上。老趙，城南項目工地這件事進展的怎麼樣了？那個受傷工人的老婆是個貪得無厭的人，我們給了他50萬，讓他繼續鬧，去媒體上哭訴蘇氏集團草菅人命，用錢封口，威脅家屬。很好，光鬧還不夠，我要讓這片工地徹底停工下來，把之前安插在建材檢測部門的人調出來，我出一份報告，就說蘇氏集團在城南項目上使用的建材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不符合國家標準。董事長英明，這樣一來，工地就會強制停工，接受調查，銀行和投資方也會對他們失去信心啊。我就是要讓蘇慕晴這個小丫頭知道，商場不是小孩子過家家的地方，還要讓傅晨燕知道，他投入到蘇氏集團的錢全都要打水漂。好，我知道了。哎呀，
刘叔，家属那边我都有尽力安抚，可是我总觉得背后有人在煽风点火。一定是洪天雄的人，舆論是他慣用的伎倆。董事长，现在媒体对我们非常不利的。刚才建設局也打來電話，要派調查組進駐工地，對我們進行全面的安全審查。身正不怕影自斜，我們成立了專門的自查小組，配合他們檢查。另外，通知財務部，我覺得他們馬上要對我們的資金進行動作。董事長，不好了！剛剛幾家合作的銀行同時打來電話，要求我們提前償還貸款，並且收緊了我們後續的信貸額度。好一記釜底抽薪！洪天雄只是要從輿論、行政、資金3個方面徹底鎖死蘇氏集團。穆晴，別慌，銀行那邊我已經打過招呼了。至於洪天雄，我已經讓我助理將一份15年前洪正集團惡意收購華泰地產的證據，一不小心的遺落在證監會一位老朋友的辦公室裡。你早有準備，你早就預料到了。當然了，跟洪天雄這種人交手，必須時時走在他前面。銀行那邊看在我的面子上，應該暫時不會抽貸。不過蘇氏集團信譽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他們早晚還會發難。我知道，最主要的問題是工地和輿論。你說的對，他拿輿論攻擊你，你就要拿輿論反擊。他不是派人收買家屬嗎？這種事情最怕的就是反轉。反轉？對，咱們去找到這位家屬，必須讓他在媒體上承認他是受人指使，惡意抹黑蘇氏。到時候，輿論的同情就會導致你這邊了。沒錯，對付小人就得用小人的辦法。劉叔叔，麻煩你找一個機靈又靠譜的人，去了解一下工地裡受傷工人的妻子，看他有沒有接觸過什麼人，或者他的銀行資金有沒有什麼外來入賬。好的，我現在就去辦。晴晴，你和傅家那小子配合得不錯。看來我這個老太婆是真的可以放心退休了。外婆，現在還不到您退休的時候呢。洪天雄這老狐狸狡猾得很，您呀在背後為您孫女做後盾。放心，只要我這把老骨頭還在，就絕不會讓他得逞。不過傅晨燕幫你送了份禮，這步棋走得很好。洪天雄現在恐怕也自顧不暇的。傅晨燕，怎麼又是他？他是怎麼搞的這些陳年舊賬的？董事長，證監會成立了專案組，要對我們當年收購華泰地產的案子重新進行調查。我們恐怕有大麻煩了。當年是用了見不得光的手段才完成了那次收購，如果被徹查，不僅公司會面臨巨額罰款，我也會有牢獄之災。哼，他是想用這種方式逼我收手，讓我分心去處理證監會，沒那麼容易。哼，既然他要鬧，那我就陪他鬧得更大一點。通知建材檢測部門，立刻把之前那份所有建材檢測不合格的報告給我發出去，我要讓所有人都知道，蘇氏集團做的項目都是豆腐渣。是。大小姐，哎呀，合作方紛紛打電話過來質詢，已經買了蘇氏其他樓盤的業主紛紛吵着要退房。洪天雄這個老匹夫，這是要徹底置我們於死地呀！洪天雄，你以為這樣就能將死我嗎？你以為我沒有料到你會來這一手嗎？劉叔叔，外婆，這份報告是假的，你們別着急。假的？可是這上面蓋着檢測中心的公章，做不了假呀。這個公章是真的，但是
這裡面的人為和檢測報告裡面的數据都是假的。他洪天雄在檢測中心安插了人，我也会。我早就預料到洪天雄會拿檢測報告來做手腳，所以我早就在檢測中心見到了副主任。他早年是我母親資助過的人，為人正直，但一直被洪天雄安插的那個主任所打壓。我把我的想法提前都告訴了他，讓他在洪天雄安插人去偽造報告的時候，提前用隱藏攝像頭記錄下來了一切。所以我們手裡有他偽造文件的證據。不錯，我還讓這位副主任為我們的工地做了安全檢測，除了當時馬志強採購的那批有質量問題，其他的都符合國家標準。我一來好像就是看到你們在開慶功會啊。還談不上慶功，只是獵人布下陷阱，把狐狸給套住了。很好，你比我想象中进步得更快。现在人证物证都已齐全了，是时候該我们反擊了。你想怎麼做？洪天雄最喜歡用輿論當武器，那我們就開一場新聞發布會，邀請所有的主流媒體現場直播。我不僅要為蘇氏證明，還要當着全國公眾的面，把洪天雄釘在偽造公文、惡意誹謗的恥辱柱上。我不是人，我豬狗不如。蘇總給了我老公最好的治療，還給了我那麼多錢，我卻為了50萬，50萬，昧着良心污衊他，污衊蘇氏集團。是一個自稱洪氏集團的人找到我，給了我錢，叫我去媒體面前鬧，說蘇氏集團草菅人命。我一時鬼迷心竅，相信了。我對不起蘇總，這樣，對不起大家。各位媒體朋友，各位網友們，你們現在所看到的是真相，也不完全是真相。董事長，我已經按照您的吩咐，已經把相關數據改了。這份報告出去以後，保證蘇氏集團翻天覆地。洪正集團董事長洪天雄為了打壓對方，不僅買通了工地裡面受傷的家屬，更是在檢測報告中造了假人。啊，這樣的假？原來是這樣啊！這大新聞啊！我這裡是由檢測公司副主任檢測出來的場地檢測報告，報告顯示我們的建材都是非常健康和安全的。哦，原來是這樣啊！是啊，這下可有專題寫了，怎麼能是這樣這下大白啊！是啊是啊，真沒想到。我蘇慕晴作為董事長，正式宣布對洪正集團董事長洪天雄正式起訴。董事長，不好了，我們股價暴跌，傅晨燕啟動了對我們的收購。收購？是真的，傅晨燕的遠洲資本聯合了其他好幾家投資機構，正在瘋狂掃蕩我們的股票，我們快守不住了。護盤，通知所有的操盤手，不惜一切代價給我護盤，把所有的資金都給我投進去。董事長，我們的資金大部分都已經被監證會給凍結了，剩下的備用金跟遠洲資本的體量比起來，根本就是杯水車薪。我叱咤風雲幾十年，竟然敗給了兩個年輕人。洪天雄，您因涉嫌多起商業賄賂、不正當競爭、偽造檢測報告以及15年前的一場綁架案，現在被依法逮捕，請你跟我們走一趟。帶走。
哎呀，大喜事儿啊！宏正集团的董事会刚刚发来函件，他们愿意接受远州资本的收购邀约，他们撑不住了！哈哈哈哈哈！恭喜你，苏董，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公司，还亲手打败了一个巨擘。也恭喜你，副总，以最小的代价吞下了一个商业帝国。这场仗，我們都贏了。好了，這裡也沒有我老太太什麼事。晴晴，明天陪我去個地方。去哪兒？去西郊的梅林看看你媽媽，也該把這些好消息告訴她了。嫣兒，你可以安息了。母親啊，我剛剛查到了一個最新的消息，是關於15年前綁架案。當時遊輪上除了洪天雄的人，還有另一股勢力，他們的目標就是你。目標是我，目標是我。我也是剛剛得到消息。當年策劃綁架，目標確實是我，但是行動當天，發現船上還有另一夥身份不明的劫匪。他們的目標似乎就是你。他們為什麼要綁架一個小孩子？洪天雄也不知道，當時兩夥劫匪在船上發生了火拼，這才給了你母親拉響警報和我被推下海的機會。可是他們在警察包圍遊輪之後就逃了，甚至沒有留下一點痕跡。傅小子，你覺得這件事會和誰有關？老夫人，我有一個大膽的猜測。當年能擁有如此強的實力，還能威脅到蘇家，除了洪天雄，就只剩下京城的那幾股勢力了。這件事先不要聲張，我會找人去京城那邊探探口風。晴晴這邊，你務必要保護好她。好，我明白了，老夫人，放心吧。外婆，我們蘇家是和京城那邊有什麼聯繫嗎？當年你外公和你媽媽都曾想把生意拓展到京城去，卻遭到了他們明裡暗裡的聯合抵制，這件事就不了了之。沒想到他們竟然會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晴晴，外婆覺得或許把你推到這個位置上並不是一件好事，這條路太危險了。外婆，您別這麼說，如果危險是注定的，那逃避是沒用的。我已經不是需要媽媽保護的小女孩了。蘇董事長，恭喜你打敗了洪天雄，拿回了手裡的一切。作為祝賀，我送你一份禮物，一份關於你親生父親。親生父親？母親在我小的時候告訴我，蘇建成並不是我的親生父親。我的親生父親在我出生前就因為一場意外去世了。看來你很驚訝，你是不是以為你父親早就死了？你是誰？你想幹什麼？我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告訴你想知道的一切。比如你的父親不僅沒有死，他還活得很好，他是一位你絕對意想不到的大人。你到底是什麼人？再敢胡說八道，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我都會把你給揪出來。林老夫人，別這麼大火氣，我只是想幫你一家人團聚而已。帶着你外孫女來一趟京城，記住不要告訴任何人，尤其是傅晨燕，否則將永遠失去知道真相的機會。外婆，她說的是真的，我的親生父親，他還活着。我以為這件事情可以瞞你一輩子。你母親當年的確有一段感情，那個男人的身份非常特殊，因為家族的反對，他們被迫分開了。當年你母親已經有了你，為了你父親的前途，我們對外宣稱他已經去世，你母親也答應以後永遠不再和他聯繫。他是誰？他的名字我不能說，我只能告訴你，他是京城一位我們絕對惹不起的家族的繼承人。看來15年前綁架案的神秘第三方勢力，還有打來電話的神秘人，很可能都來自我親生父親的那個家族。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是不希望我影響到家族的聲譽和利益嗎？外婆，所以這個電話
是他家族的人打來的。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想认回你，还是想除掉你。外婆，不管是龙潭还是虎穴，这个京城必须去，必須要搞清楚他們到底對我隱藏着什麼秘密。好，外婆陪你一起去。蘇董，老夫人，沈媽被保釋了。什麼被保釋了？京城家族，沈媽是我母親去世後唯一掌管蘇家內宅、知道最多秘密的人。他們帶走沈曼，是為了從她口中知道更多關於我和母親，甚至關於我親生父親的秘密。你是誰？你想幹什麼？這個人你認識嗎？我認識，華晨輝我都認識，是他害得我一無所有。想報仇？我可以給你一個向他復仇，並且能讓你重獲自由，甚至得到一大筆錢，去國外過上好日子的機會。你說的是真的？當然。蘇嫣在去世前有沒有留下什麼特別的東西？任何一個跟姓顧的男人有關的東西。姓顧？我好像有點印象，但是你們必須保證我的安全，並且把錢給我。哼，你現在沒有資格跟我談條件。幫我轉告傅晨燕，京城我必須去，讓他放心，我會保護好自己。外婆，我們不能按對方的節奏走，既然他們想讓我去京城，我們就主動出擊。不過我們不能被動的等他們聯繫我。晴晴，你有什麼計劃？既然他們想知道我的消息，那我就主動給他們一些消息。這是你親生父親送給他的信物，雪域麒麟，這是1個鐘的一半，另一半應該在你親生父親身上。傅晨燕，我需要你幫我辦一件事，幫我通知所有媒體資源，發布一條消息，我要去京城尋找我的親生父親，並且手裡掌握着我身世的一枚信物。晴晴，你這一招引蛇出洞實在是太過冒險，你把自己變成了活靶子。京城是龍潭虎穴，外婆，我們現在只有這樣才能有一線生機。而且他們帶走了沈曼，就說明他們急了。我們越是高調，他們就越容易露出馬腳。目前說的對，在絕對的黑暗中，最先亮起的那盞燈，可能會招攬過來所有的廢話，但也能照亮唯一的出口。京城那邊準備的怎麼樣？我以遠州資本在京城成立分公司的名義，包下了國貿酒店的整個頂層，並且把所有安保人員全部替換成我們自己人。我還對外放出消息，此行是為遠州和蘇氏的深度合作進行前期考察。傅晨燕，你總是這樣，為我鋪好所有的路，這份情我該如何償還？傅小子，我們蘇家欠你的太多了。老夫人，我幫的不是蘇家，我幫的是他。走。二爺，消息確認了，蘇慕晴一行人已經登上了飛往京城的航班，同行的還有蘇家的老太婆鈴蘭，以及遠州資本的傅晨燕。傅晨燕，她摻和的挺深啊，看來我那素未謀面的侄女手段不簡單呢。二爺，我們為什麼不能直接在路上？蠢貨！現在他萬眾矚目，動他就相當於告訴所有人，我們顧家心虛。他不是喜歡高調，他不是要來京城尋親嗎？那我們就拿出主人的姿態，好好的歡迎他。
派顧家的車隊去客運站迎接我尊貴的客人。我要讓所有人看看，他蘇沐晴到底有沒有資格踏進我顧家的大門。蘇小姐，二爺有請，請您一個人上車。蘇小姐，我們二爺有請，請您一個人上車。你們二爺好大的架子。副总，這是我們顧家的家事，二爺說了，他只想跟自己的侄女單獨談談。好，我跟你去。晴晴，太冒险了。你们放心，现在全天下的眼睛都盯着我，只要我上了车，出了任何意外，他们顧家的聲譽就全完了。你們先去酒店等我消息。小陈，我要知道蘇小姐坐上的那輛車經過的每一條街道，還有車上錄音，立刻去查。是。你就是蘇沐晴，我大哥的女兒。我是。您就是顧燕之先生？不錯，有幾分膽色，比我想象中的要強一點。既然來了，就進來喝杯茶吧，順便也讓我看看你究竟有沒有資格認祖歸宗。侄女，你遠道而來，叔叔沒什麼招待的，就先把你這位好繼母當做禮物還給你。坐，也拘束，就當是自己家。哦，不對，現在這不是你的家。二叔，您費盡心機的把我這位好繼母保釋過來，又大張旗鼓的把我接回來，不會真的是想我們二人團聚吧？我喜歡和聰明人說話，我只不過是想從他口中了解一些關於你的事情。畢竟我那位傻大哥當年只留下了一個門子，就杳無音訊了。二爺，你千萬別被他給騙了，他根本就不是蘇嫣的女兒，他是個野種，他就是為了奪顧家的家產，才偽造身份來騙你們的呀！聒噪，帶下去！讓你見笑了，這種上不了台面的東西，確實只會壞事。現在該你證明自己了，你不是對外宣稱有你母親留下的信物，拿出來讓我瞧瞧。哎，二叔，信物我可以給你看，但我既然來了京城，我想知道我的親生父親現在在哪？他過得還好嗎？好，真不愧是我大哥的女兒，有幾分他的風骨。3天後是我們顧家的家宴，到時候我會向家族的長老們正式介紹你。如果你能通過他們的考驗，得到他們的認可，我自然會帶你去見他。不過我得好好提醒，我們顧家的家宴，京城有頭有臉的人物都會來，你可得好好準備一份見面禮，否則丟的是我們顧家的臉。燕之，這就是你說的流落在外面的那個私生女，看起來也不怎麼樣嘛。佩芬，胡說什麼？這是我大哥的女兒，我們的親侄女。親侄女，20多年都沒見，誰知道是真是假？再說了，就算是真的，一個在外面野慣了的丫頭，還懂不懂我們的規矩，還兩說呢？哼！
我當是誰？原來是趙家的小丫頭。我記得30年前，你父親見了我，也得恭恭敬敬地叫一聲林董。我的外孫女，容不得你來评头論足。三婶说笑了，佩芬她没有惡意，只是直来直去，心直口快。好了好了，吉时快到了，我们还是先请侄女给长辈敬茶，献上见面礼吧。丫头，听说你此次来带了见面礼。哟，这礼物还挺别致啊，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宝贝？不会是你们的土特产吧？我还以为是什么呢，搞了半天就是几本破書啊！侄女儿，你是不是太寒酸了点？这可配不上我们顧家的門面吶！這是宋代失傳近100年的孤本啊！什麼？哎呀，好孩子呀！你這禮真送到老爺子我心窩裡去了。這是你媽媽當年的收藏嗎？我記得她當時也酷愛收集古籍呀。回三叔公的話，這確實是家母生前最喜歡的一本藏書。目前想，沒有比這個更貴重的禮物了。今日借花獻佛，也是完成母親的一份心意。好。胭脂啊，佩芳，你們看看，這才是我們顧家的古風和底蘊。什麼金銀珠寶，俗不可耐。以後啊，誰敢對這丫頭無禮，就是對我老頭子不留情面。哼，好一個借花獻佛！侄女兒，你現在算是得到三叔公的認可，接下來我便帶你去看看那些不認可的人。他們就是當年跟你母親一起想把生意拓展到京城，卻如今落到精神失常的下場。侄女，你覺得你的下場會和他們有什麼不同？李總，王總，你們還認得她嗎？她就是蘇嫣的女兒。你們當年可都是因為她的雄心壯志，才落得現如今的下場。二叔，有何指教啊？我母親當年是商業翹楚，她想開拓市場，是企業發展的正常邏輯，而她的夥伴們都是因為信任她的為人和能力。他們變成現在這樣，都是因為他們的競爭對手使用了卑鄙下流的手段。商場如戰場，使用下三濫的手段是一種無能和殘忍。我蘇慕情要完成我母親未完成的使命，更要為他們這些受害者討回一個公道。從今日起，我蘇慕情將承擔他們的所有醫療費和贍養費用。我不求他們能完全康復，我只求他們能活得像正常人一樣，有尊嚴。好，說得好，有擔當，有仁義，
這才是我們顧家的子孙該有的樣子嘛。我们远州资本将成立一股慈善资金，专门用于救助那些在商业竞争被不正当手段恶意伤害的企业家，还有那些孩子。而这家慈善机構的管理者由苏慕晴董事长擔任。燕之，就这么让他出尽了风头？那个小贱人太邪门了！我是小看他了，也小看了傅晨燕。他们俩联起手，比我想象中的难对付得多。大哥那边，他这么一闹，三叔公肯定会逼着你带他去见大哥的。哼，我当然会让他见，不过是在什么情况下见，以什么方式见，可由不得他。让张兰到大哥的病房里去。我的好侄女，现在我让你看看你的亲生父亲和別的女人孩子其樂融融的在一起的時候，你心裡怎麼想？你父親身體一直不好，喜靜，所以常年在這裡療養。那這就是他有了新的家庭，新的妻子，新的孩子，那我算什麼？我母親又算什麼？被遺忘的錯誤嗎？請問您是？哎呀，大嫂小瑞，你們也在這兒。這位是我大哥流落在外的女兒蘇慕晴。慕晴，這位是照顧了你父親10多年的張醫生張蘭。這個小朋友叫小瑞。自從15年前那場意外之後，大哥的聲帶就受了傷，再也發不出來聲音。這些年多虧了張醫生母子倆的悉心照顧。小瑞，叫蘇阿姨。對不起，蘇小姐，她比較怕生。裝的，是不能說話是裝的，還是癱瘓在輪椅上是裝的，或者剛才那一家三口其樂融融的畫面也是裝的。這所有的一切都是顧燕之導的戲，他不僅軟禁了父親，還偽造了一個幸福家庭，目的就是為了從精神上徹底擊垮我。顧燕之，你好狠的心！怎麼了？他為難你了？他控制了我的父親。這個顧燕之，他居然用宮心計。他越是這樣處心積慮的演戲，就越說明他在害怕。他害怕我和父親相認，他害怕我的父親回到顧氏，他害怕父親將顧家的權利重新奪回去。所以你父親不能說話，不能行動，很可能是假的，是他被顧燕之以療養為名整整困住15年。那個護士說我父親的扶手下面藏有東西，我想那應該是父親想給我的線索。可是我現在被盯得死死的，根本就靠近不了那間病房。硬闖確實不行，但是咱們可以智取。怎麼說？顧燕之不是最看重顧家的名聲和面子嗎？我們就從這方面入手。明天你外婆將會以蘇家董事長名義
向京城所有豪门发出一份拜帖。拜帖？没错，是给京城所有主流媒体以及豪门世家见证苏顾两家认亲的拜帖。在这个仪式上，你会亲自给你父亲继承，认祖归宗。我明白了，我们就是要把事情闹大，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蘇沐青要認祖歸宗。這樣，顧彥之想攔都攔不住。不僅如此，到時候場面肯定十分盛大。他為了顧及顧家的面子，防備肯定會有所鬆懈。到時候，就是你唯一一次接近你父親，拿到那個東西的唯一機會。不知死活的老太婆，不自量力的黃毛丫頭，他們以為靠輿論造勢就能逼我就範嗎？彥之，怕什麼？我們不如將計就計，在認親儀式上送他一份能讓他身敗名裂、再也無法翻身的大禮。三叔那邊怎麼樣了？你也來了，還好吧？請蘇沐青女士端茶行認親大禮。大哥，這是怎麼了？這是怎麼回事？推過來了。等一下，陳老師，哎，這是為什麼？怎麼回事啊？我反對，這個女人根本不是我們顧家的血脈啊！這樣子，陳老夫人，您怎麼來了？您不是一直在國外休養嗎？來了，他們安排的演員登場了。陳老夫人，早年京城有名的交際花，跟京城的各個豪門都有往來。後來嫁入陳家，陳家敗落之後，就靠着販賣一些豪門秘聞為生。我今天來就是揭穿這個女人，她根本就不是燕婷的女兒。陳老夫人，飯可以亂吃，話可不能亂說。燕之，你真是太善良了，才被他們蒙騙。我問你，你憑什麼認為她能是顧家的血脈？就憑她這一張嘴嗎？蘇妍當年私生活混亂，我們老一輩都知道。他不僅跟燕婷一個人來往，他究竟是誰的種，恐怕連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有反應，果然是裝的。陳老夫人，您說我母親是私生活混亂，您有實證嗎？當然，我親眼所見。天哪！我的天哪！真的假的？很好，那您敢對着我母親在天之靈，對着你們陳家的列祖列宗發個毒誓嗎？你這個小賤人，竟敢詛咒我！我不是詛咒你。我只是想知道，一個滿嘴謊話的人，敢不敢承認自己所說的話？老夫人，您敢嗎？哎呀，他說謊了，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各位來賓，各位媒體朋友們，剛剛接到一份來自警方的最新通告。陳老夫人的兒子因涉嫌巨額賭博和詐騙，已被警方正式逮捕，並且欠下了巨額貸款。現場好說啥呀？真是。
爸。哎呀！燕婷，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联系我们呢？原来父亲不是不反抗，而是为了保護我們母女，才選擇了自我犧牲，裝瘋賣傻，任由顧彥之擺布。爸，你不怪我就好。我不怪你，我一點都不怪你。爸，您放心，顧彥之加諸在您身上的所有傷害，我都會讓他千倍百倍的還回來。傅晨硯，拜託你幫我的父親做一個全面的檢查，我要看看顧彥之到底對我父親的身體糟蹋成什麼樣子了。好。給我請國內最頂尖的治療團隊過來，快！顧先生之所以不能說話、不能行動，是因為被人長期注射了一種未知的神經性病毒。這種病毒會持續的破壞他的中樞神經，如果暫晚發現半年，他就會變成真正的。醫生，你說什麼？中毒？千真萬確，這種毒素雖然不會致命，但是會長期持續的破壞人體的神經系統。這是一種極其殘忍的慢性謀殺。顧彥之這個畜生，連自己的親大哥都下此毒手，真是喪心病狂。顧彥之，我一定不會放過你。醫生，所以我爸爸還有救嗎？這個毒能解嗎？這個病毒結構我們沒有接觸過，想要研製出解藥需要大量時間。顧先生中毒已深，就算能解毒，後續的康復也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或許有一個人能解這個毒，我的老師陳景明教授，他是國內神經學最頂尖的權威，醫生都在治療這種疑難雜症，只不過他現在退休隱居在國外，但如果我親自去請他的話，說不定他願意出山。傅晨硯，你……我現在就去請他出山。京城這邊我會找人來保護你們，顧彥之那邊先不要動他，我怕他狗急跳牆。好，謝謝你。外婆，我要顧氏集團。好，外婆支持你。顧彥之這些年在公司裡安插了不少親戚，但也得罪了不少人。我們就從那些對他心懷不滿的元老和股東入手，分化他們，拉攏他們。彥之，現在怎麼辦？大哥落到了他們手裡，萬一他恢復了？恢復不了，張蘭給他注射了這麼多年的毒，神仙也救不活。我現在怕的是蘇沐晴那個小賤人會拿大哥當幌子來跟我搶公司的控制權。二爺，不好了，公司裡好幾個老董事突然聯合起來，要召開緊急股東大會，要重新選舉董事長。他們還拿到了您挪用公款、填補海外投資虧空的證據。證據？他們從哪裡拿到的證據？據說是傅晨硯在離開京城前，把他手上掌握的
關於您的所有黑料都交給了傅慕情。傅晨燕，他們想召開股東大會，他們想奪權，沒那麼容易。只要我還是顧氏總裁一天，這個公司就由我說了算。立刻通知財務部，以開發海外項目的名義，把公司賬戶上可以挪動的所有流動資金全部打到我瑞士的秘密賬戶上。二爺，這是要犯法的。犯法？老子他們都被逼上絕路了，還管他們什麼法不法？得不到的東西，他們也別想得到。叶芝，你冷静點，這麼做我們就真的沒有退路了。哼！蘇慕情和傅晨燕那两個小畜生，給我留退路了嗎？我現在就把錢轉走，到國外去。你們兩個快去收拾東西，我們立刻就走。公司內部的事，你打算怎麼辦？我們準備。顧燕之居然準備轉移他的資產，這個畜生，他這是要毀了顧家幾十年的基業呀！青青，我們必須立刻阻止他。外婆，您別急，讓他轉。大小姐，這可使不得呀！那可是幾十億的流動資金，一旦轉出去，公司立刻就會陷入癱瘓啊！劉叔叔，您別急，讓他轉。哎呀，我等的就是他走出最後一步。他以為這是他的救命稻草，實際上，這是我為他挖好的墳墓。王隊長，顧燕之涉嫌洗錢，還有侵占財物，所有的證據我已經發到你的郵箱。喂，亨利，錢都到賬了吧？顧燕之、趙佩芬，你們因涉嫌多起嚴重經濟犯罪被正式逮捕。都是蘇慕情，都是這個小賤人，我做鬼也不放過他。燕之，燕之，你怎麼了？你醒醒，你別嚇我啊，燕之！完了，全完了！哎呀，完了！顧家幾十年的基業要毀在我们手裡了！这也完蛋了，完蛋了！账上连下个月的员工工資都發不出來了，銀行的貸款、供應商的貨款，拿什麼還？各位叔伯，我知道大家現在最擔心的問題是什麼。我今天來就是想告訴大家，顧氏集團不會倒。這是我與遠州資本共同為顧氏集團定制的一份重組計劃。這有救了呀！這重組計劃啊！哎呦，有救了！怎麼弄？首先，遠州資本會注入新的資金鏈，解決顧氏集團現在最短缺的資金鏈問題。其次，去掉邊緣產業，集中所有資源，把顧氏最有核心優勢的全部都整合起來。最後，蘇氏集團在南方的優勢和顧氏集團在北方的優勢相結合起來，我們將成立一個全新的顧蘇控股集團，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我們要創造一個比之前的顧氏和蘇氏更強大的商業帝國。聽起來應該唯一繼承人，好，太好了啊！慕情，陳教授在分析你父親血液中毒素的時候，發現這種人工合成的毒素和15年前我在郵輪上中的那種刀傷上的毒有90%的相似性。90%的相似性，看來15年前在郵輪上給傅晨燕一刀的人和給父親下毒的很可能都出自同一夥人之手。這位就是我的老師陳景明教授。
我在血液樣本和當年封存的證物中檢查出一種神經藥質，這種神經藥質的合成性都有着明顯的特徵，我敢斷定出自同一個實驗室，甚至同一個人。這種毒劑成本極高，工藝極難，能夠掌握這種技術的只有3家，現在有一家在京城，隸屬於京城顧氏醫藥集團。蘇慕情，你居然藏在我头上！和这样带死父亲一样，总能做出出人意料的事情。你以为你贏了嗎？你到底是誰？我是那個能讓你從天堂瞬間墜入地獄的人。你不是想知道你母親是怎麼死的嗎？你不是一直以為她是病死的嗎？我告訴你，她不是病死的，她是被我親手逼死的。當年我給了她一個選擇，要麼她帶着這個業種永遠的消失，要麼我就讓你那個在京城前途無量的親生父親身敗名裂，一無所有。你猜他選了哪個？父親不是病死的，而是被逼死的。你到底是誰？喂，慕情，慕情，你怎麼樣？母親不是病死的，是被逼死的。慕情，慕情，你冷静点，听我说，慕情，這很可能是祭團的攻心計，他知道現在只有用你母親的死才能讓你方寸大亂。慕情，你不能上當，慕情，慕情。遲夜，你說的對，我不僅不能亂，我還要變得更強大，更冷靜。他以為用我母親的死就可以擊垮我，他錯了，他這更提醒了我，讓我對他們不能再有任何的心慈和柔軟。他以為他藏在了暗處，他也給了我唯一的線索。什麼線索？他說逼死我母親是為了我那個遠在京城的父親。哼，那我就把我的父親給逼出來，又或者說我把整個顧氏都逼出來，讓他陪葬。哦，慕情，你想清楚，那也是你的家。家？我早在我母親去世的那一刻已經沒有家了，現在我只想為他討回一個公道。喂，陳記者，我這裡有一個關於京城顧家的獨家猛料，可以讓他們身敗名裂的那一種，你敢不敢報道？好你個小雜種，為了一個死去多年的女人，竟不惜毀掉我顧家100年的基業，他是在刨我顧家的根啊！老爺，現在外面的輿情已經完全失控了。幾位旁系的祖老爺打電話來質問我們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的幾個核心項目也被緊急叫停了。他以為用這種自損800傷敵1000的蠢辦法逼我就範，他以為毀了我顧家的名聲，我就拿他沒辦法了。哼，顧燕婷這個廢物，生不出一個爭氣的兒子，卻生出這麼一個禍害。當年我就應該讓蘇嫣帶着這個孽種消失在地球上。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我要讓蘇慕情這個野種從地球上徹底消失。老爺，這要是被查出來，那就做得乾淨點，讓他死得像個意外，一個為家族醜聞而引咎自盡的懦弱的失敗者。去辦。是。青将，你這一招雖然把這個老狐狸逼到了牆角，可我們自己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顧氏集團的股價已經連續3天跌停了。外婆捨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顧氏集團的根爛了，如果不徹底把它拔出來的話，以後
會把整棵大樹都拖垮。所以現在的損失不是什麼，只是為了以後更好的生長。目前說的對，我已經讓團隊入場護盤了。另外，我已經以個人名義遞交了我們掌握的關於顧家所有違法違規的證據，全部上交給監管部門。我相信很快就會有一個明確的結果。我把他最後的遺物給你，你一個人來。怎麼了？沒什麼。爸，外婆，我突然有一些呼吸不通暢，我想出去散散步。去吧，別想太多，這裡有我和陳燕呢。母親最後的遺物，無論這是不是陷阱，我都必須去。我一定要知道當年您究竟經歷了怎樣的絕望。您好，您拨叫的用戶暫時無法接通，請您稍後再撥。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 我來了！你是誰？快出来！蘇小姐好膽色，居然真的敢一個人過來。就是你給我發的短信。短信當然是我發的，不過是奉了我們家老爺的命令。老爺說了，你讓你父親讓整個顧家蒙羞，你就該用你這條命來洗刷這份恥辱。你們家老爺是誰？顧家老太爺。蘇小姐真是冰雪聰明。我母親的遺物呢？遺物？蘇嫣那個女人當年像一條喪家之犬一樣被趕走，能留下什麼遺物？今天這裡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我們會給你偽裝成畏罪自殺的樣子。殺！追！好大的膽子，連我的人都敢動。傅成燕，這是我們顧家的家事，我勸你別多管閒事。顧家的家事，你們也配提家這個字？一群為了利益跟地位，不惜對自己手足同胞下殺手、下毒手的畜生！殺！為什麼不告訴我？為什麼把自己置身於這麼危險的地方？你知不知道，如果我晚來，後果會是什麼？我只是不想再讓你為我冒險了，而且我太想知道我媽媽的真相。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危險就是我的危險，以後有什麼可以告訴我。說，顧振雄在哪兒？我不知道，我們家老爺只是讓我來處理掉蘇小姐，沒說他自己的去向。把他的嘴給我撬開，我要知道顧振雄的藏身之處和所有的計劃。再走。是。丫頭，我這有一份錄音，或許你們願意聽一聽。三叔，事情办得怎麼樣了？那些老家伙們都同意嗎？只要他们肯站在我這邊，等我回去，好處少不了他們的。振雄啊，你覺得你還能回得來嗎？三叔，你這是什麼意思啊？你大哥燕婷已經能夠下地走路了，醫生說這2天就能夠開口說話了。你這些年對他所做的一切，你以為能瞞得過去嗎？那又怎麼樣？他現在就是個廢人，顧家必須由我來掌控。再說，你別忘了，你是顧家人，難道你幫一個野種來對付自家人嗎？我只知道顧家的祖訓是仁義為本，誠信立事。你所做的一切，哪一件對得起列祖列宗啊？你糊塗，老糊涂，你真是老糊涂！我告訴你，蘇慕晴這個小賤人根本就不是想振興顧家，而是想毀了顧家。
他是想把我們所有人都踩在腳下。夠了！從你對你親孫女下殺手的那一刻起，你就不是我所認識的顧振雄了。你好自為之吧。哼。这個老匹夫死到臨頭了，還想着要掌控一切。他越是這樣，說明他們已經無計可施，只能通過這種方式來蠱惑人心。三叔公，謝謝您在大是大非面前選擇了正義。哎，不要這樣說，我們顧家對不起你們母女。我作為長輩啊，沒能阻止悲劇的發生，我有罪啊。這是你母親離開京城前留下給你爸爸的一封信，托我交給你父親。那時啊，燕婷已經被振雄控制了，我沒有能親自交到他的手裡。這封信啊，在我這兒放了20多年了。母親沒有一句怨言，只是告訴父親，她給他生了一個女兒，取名叫慕晴，希望能像晴天一樣，永遠明朗快樂。他告訴父親，不要找他，不要怪任何人，好好的活下去，連着他的那一份活下去。三叔，謝謝你，謝謝你把這封信保留了這麼多年，也算了卻了嫣兒的一樁心願。當時我要是再勇敢一點，或許就不會有現在這個局面。丫頭啊，我最了解振雄這個人了，他不會善罷甘休的。雖然他逃了出去，但在國內呀，他一定還留有最後的底牌。廢物，一群廢物！顧燕婷，你這個孽子，竟然還沒死透！蘇慕晴，你這個野種，竟然敢毀我聲譽，動我後路！你們以為這樣就贏了嗎？我顧振雄在商場上鬥了一輩子，從來沒輸過。你們以為揭穿一個張蘭，就能把所有的罪惡洗清？老鬼，是我，該是你報答我當年救命之恩的時候了。我給你一個人的資料，蘇慕晴，我要讓他身敗名裂，眾叛親離，讓他嘗嘗比死還難受的滋味。爸，你喝點水吧。燕婷，慢一點啊，不着急，我們有的是時間。爸，您別急，醫生都說了，您這樣都算奇蹟了。奇蹟。爸，當年的事情有些複雜，等之後有時間的話，我再跟您慢慢說。看來我們蘇董事長已經完全進入狀態了。沒辦法，爛攤子太多，只能一點點收拾。對了，顧振雄那邊現在什麼情況？這就是我來找你的目的。他雖然人在國外，但是並沒有閒着。我等人查到，他最近在跟一個叫老鬼的人聯繫。老鬼？一個臭名昭著的輿論操盤手，最擅長捕風捉影、歪曲事實、製造謊言。這些年在國內犯了事，逃到了國外，專門接一些抹黑攻擊的髒活。我擔心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你的母親。
他想攻击一个已經去世的人，他還有沒有人性？對於他們來說，只要完成目標，任何底線都可以踐踏。而且，你父親的康復，現在才是你目前最大的精神支柱。他們如果想要擊垮你，肯定會在你最在乎的人身上下手，讓你跟你的父親之間產生裂痕。啊，蘇董，不好了，快看網上的新聞！一段塵封10年的豪門孽緣，這個畜生竟然捏造說我母親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更是說她為了攀附權貴不擇手段，甚至還帶着一張與一個陌生男人親密的舊照片。這是在挑撥，你不是你父親的親生女兒。不行，我不能讓他們得逞，我要開一場追思發布會。我今天站在這裡，不是以顧蘇董事長的身份，而是以一名女兒的身份。感謝大家抽出百忙時間來參加我母親蘇嫣的追思會。最近網絡上出現了一些我母親的謠言，試圖污衊一個已經逝去的人的清白。對此，我不想解釋，也不屑於解釋。我母親的一生坦蕩、磊落，無愧於心，更無懼於任何污衊。我的母親，她曾是一個很有才情的女子，也曾是商場上叱咤風雲的女企業家。但對我而言，她首先是一位母親。她教我寫字、讀書，教我明辨是非，教我無論身處何種困境，都心懷善良，堅守底線。我知道，那個躲在陰暗處的人，此刻正在看着這場直播。我只想告訴你，你錯了。你以為用那些謊言可以摧毀一切，但你摧毀不了的是愛，是記憶，是人心。為了告慰我母親的在天之靈，也為了讓真相永存，我決定以我母親蘇嫣的名義成立一個慈善基金會。我將我名下10%的股份注入基金會，基金會未來所有的收益將會資助那些因商業惡意競爭而受到傷害的人。我母親的一生都在與偏見和不公平做鬥爭，希望她的精神可以傳遞下去，永遠的延續下去，幫助那些更多像他一樣為了夢想而奮鬥的人們。我以遠州資本的名義宣布，向蘇嫣的基金會正式注資100億。老爺，我們好像失算了。那個蘇慕晴把我們潑過去的髒水都變成了他自己頭上的光環，現在全網的風向都變了，他還成了無數人心中的偶像啊！這好一個蘇慕晴，好一個蘇嫣的野種，果然有幾分他娘當年的風采呀！既然軟的不行，那就別怪我心狠手辣。你不是說你手裡掌握着蘇嫣當年離開京城時最核心的秘密嗎？那個足以讓他萬劫不復，讓顧嫣婷徹底崩潰的秘密，我要你現在立刻要把它全部給我放出去！老爺，那個東西一旦放出去就沒有回頭路了，而且也很有可能把您自己給牽扯進來。我顧真兄現在還有什麼回頭路？我一輩子的基業都被這個蘇慕晴給毀了，
我現在什麼都不在乎了，我就是想讓他死，讓他那個廢物爹親手唾棄。去做。好，我不僅要看到秘密報國，還要親眼看到他眾叛親離，跪在我面前求饒的樣子。好，明天給我訂一張回國的機票。好，好戲的結局我要親自到場觀看。是。爸，你吃。母親自导自演假死脱尸，只為與真愛私奔。一份來自20年前的絕筆信曝光，母親向父親坦白，自己早已愛上了別人，為了追求所謂的真愛，不得不選擇假死的方式來擺脫顧家和世俗的束縛，還懇求顧燕婷不要找他，好好把我撫養成人。燕婷，燕婷，你怎麼樣了？医生，医生，妈，你别激動，那都是假的，那都是假的。媽媽那麼愛你，怎麼會這樣對你呢？爸！顧真兄回來了，別怕，有我在。他終於坐不住了，他以為用一封偽造的信就能得逞，他以為他掌控了一切，他錯了。我會讓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所承受的代價是什麼。病人暫時已經脫離危險了，但絕對不能再受刺激，再有下一次，神仙也難救了。老爺，蘇小姐她一個人進來了，說有事找你。這麼快就來求我了，讓她進來，我倒要看看她跪在我面前是怎麼搖尾乞憐的。是。怎麼，這麼快就撐不住了？是來求我放你一條生路，還是來求我不再折磨你那個廢物爹了？在你欣賞我狼狽的時候，先看看這個，這是我為你準備的最後一份大禮。哼，小丫頭片子，竟這樣故弄玄虛！你以為一個破 U 盤就能嚇到我？哼！李總，簽了這份股權轉讓協議，再模仿蘇嫣的筆跡簽個字，我保證讓你安全離開，再給你一大筆錢。哎，你不是挺會模仿別人寫字的嗎？啊？現在你明白了嗎？你以為你銷毀了所有證據，可你落了一個人，一個當年負責為你處理屍體，卻偷偷埋下一個針孔攝像頭，保全自己護命符的下人。而那所謂的絕筆信，根本就不是我母親寫的，而是你為了吞併遠山集團，為了離間我的父母，逼着李澤楷寫下來的，不僅害死了他，甚至用這封信逼我的父親。這是我和我父親的 DNA 報告。你所有的陰謀，在鐵證面前，都像一個笑話。顧振雄，你輸了，
輸得一塌糊塗。我沒說，我要殺了你！我要讓你和你那個媽一起下地獄！你，我要殺了你！為什麼不等我？為什麼又一個人啊？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放開我！放開！為什麼要抓我？蘇慕情，你這個賤人，你不得好死！顧振雄，你因涉嫌20年前的一起蓄意謀杀案、綁架案、商業欺詐案以及教唆投毒、買兇殺人等多項重罪被依法逮捕，等待你的将是法律最严正的審判。還記得嗎？你剛醒來的時候，像一只刺猬一樣，渾身長滿了刺，對全世界都充滿了戒備。那是因為我還沒有遇到那個能讓我放下防備和偽裝的人。傅晨燕，謝謝你，謝謝你在我最黑暗的时候照亮我的世界，讓我有了一束光。謝謝你，讓我冰冷的世界從此有了溫暖。我昏迷的那3年，像是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噩夢。那現在呢？現在我有了你，我睜開眼，看到了你，看到了陽光，看到了未來。我决定就為了你，為了你勇敢任性，世界在對我在左右，又何止總有一天這一切